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在广东东莞，这里是东莞的虎门镇，珠江的入海口处，对面就是广州的南沙区了。珠江里面的货轮啊，也是非常的繁忙。虎门大桥威名四方呀！虎门大桥我会单独拍一个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去参观虎门炮台，要先从虎门的海战博物馆扫码预约进去，才能够到达虎门炮台。虎门炮台它是包括微远炮台、近远炮台，包括广州南沙那边的大角炮台等等。这里就是海战博物馆的大门了，门口都有预约码的，你扫就可以了。我已经预约扫码进来了。这里面啊，它包括有海战博物馆、大广场、小广场、陈列馆。我们直接去参观炮台。还有朋友问我啊，怎么预约的去景区嘛？这个预约非常简单啊，一般你到景区之后啊，门口它都有预约码的，离不开微信、支付宝这些。如果你想提前预约的话，你就用微信啊，搜索它的公众号，在公众号上面啊提前预约就行了。一般的景区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，你到景区门口直接预约就可以了。很火的景区它才会需要提前预约，不然的话你现场预约是进不去的，它限制人数。现在比如这个海战博物馆，它就是每天限制3500人。对面那栋建筑呢，就是海战博物馆了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是没有开放的，我们也看到了没有人。飘扬的5星红旗，这里就是大广场了。我们直接去参观炮台吧，好像还需要再一次的预约。走近点看一下吧。今年虎门大桥是出现了抖动现象，专家解释为水马的涡振现象。这个悬索桥啊，它有轻微的抖动是正常的，如果幅度过大，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啊。现在来看是非常安全的，因为悬索桥它不同于斜拉桥，如果是斜拉桥，它不太可能出现抖动现象。我们回头先看一下吧。从海战博物馆的进门处到炮台这边啊，也有个1-2千米的距离。这一片珠江口非常的壮丽呀，都是货轮。不过今天这个天气啊，它也是有蓝天白云的，总是感觉蒙着一层纱一样，是不是因为东莞这边的工业污染呀？这里就是参观微远炮台的一道门，不需要再预约了，直接进来就可以了。这里有一个地形图，林则徐硝烟池与虎门炮台旧址保护规划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看地形图啊，真的会了解少一点。蛇头湾炮台、镇远炮台、南山顶炮台，上面还有克虏伯大炮、近远炮台、微远炮台。微远炮台是所有炮台当中规模最大的。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虎门大桥的，这是珠江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栋建筑啊，就是微远炮台的东营门遗址，门都是关着的。看一看，历史痕迹非常的明显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微远炮台清兵营房旧址，清光绪年间建造，由东西2排组成，每排10间，共20间营房，每排营房长37.5米，高3.4米。行，咱们进去看一看吧。现在这里面好像放的有他们工作的文件，全部都是关门的。对吧？哦，这里还是会议室呢。这里有一间门是开的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建筑造型呢，有点像是窑洞和防空洞的造型。当时的清朝官兵呢，就是在这里面休息的。这就是兵营嘛，对于现在来讲，就是宿舍。从这里就能够近距离的观看虎门大桥了。然后进入微远炮台，还是要从这边预约的，好多预约口啊。进来了，这边就是微远炮台了，当时最大规模的炮台。这里都是炮口了，这个炮口是封闭了，我们往前走。看一下，这里都有介绍的。钱塘庄华堂铁炮，清道光24年1844年由广东佛山制造。大家看一下吧，我就不读了。微远炮台呢，是当时1839年咱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大人啊，在视察虎门这里提议建设的，当时就是为了抵御外部势力。8000司马金大炮
哇，4800千克。这个方向啊是面对里侧的，这里就是虎门大桥。这里相当于是一个反向的炮台，它是面对珠江口内的，并不是面对珠江口外的。我们从这里看一下对面的虎门大桥，哇，4800千克呀！这里保存的还是非常完整的，历史痕迹也非常明显。这个炮口的大炮撤掉了，可以在这里拍照。从这里看景色还是非常壮丽的。对面的广州南沙区大小横当岛、虎门大桥，这里的炮口呢，有的炮台已经拆掉了，有的炮台还存在。像这个炮台啊，它就是新建的，看得非常明显啊。威远炮台修好之后呢，是前后被英军摧毁了2次，后面又重新修建的。这里有很多个口啊，都可以拍照。就是沿着珠江海边建设的。目前只有威远炮台这边是开放的，那里面都不能进去的。还有这里面啊，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拍照，大家来的时候也注意一下。这2个朋友怎么坐到外面去了？这里面架设的也都是炮口呀，这是在第1层防御的第2道。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把它当做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了。来到这里呢，看的更多的是历史痕迹。其实有多少人会真正的能够去想起呢，或者说去感受得到？这门炮台比较有意思啊，施工期间禁止入内，这是模仿当时修建的木头炮车吗？有朋友知道在炮台的后侧啊，这道墙上啊有一些大的洞口，但它不是通的，这个是什么作用？知道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。在1937年的时候，中日虎门大海战，当时呢，日本是发动了最少8次的进攻，都被我们抵御住了。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呢，那就是失败了。当时丁汝昌是北洋水师的总指挥，威海的刘公岛嘛，前几个月咱们也去参观过了，这里的墙壁上全部都是炮口，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啊！山上还有一种埋葬了许多壮烈牺牲的官兵们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是威远炮台的露天炮位，它是呈一个半圆形的，也就是说可以180度打击目标。它所朝向的方向呢，就是珠江口的入海处。这个方向啊，就是针对外侧的了。前面也有介绍。大炮只存下1门了，而且下面是我们现代加固的。这里有介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如果长的话，可以暂停一下，我就不读了。当时在这个位置啊，应该是有3门架炮，中间是1门主炮，两边是副炮。我们下去看一下。这里都是当时官兵的走道。这里面是干嘛的？当时这门主炮绝对不是这么大，这应该是后面搬过来的。这里面还有类似于防空洞的通道，现在都不开放了。哎，这是开放的呀，看一下。哦，不是防空洞，就这么狭小的一个空间，下面都是水。这一圈呀，很多钢钩，这个是干嘛用的？很多我都不懂呀，大家可以交流交流。这里才是真正的防空洞啊，对吧？大致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威远炮台沿江的炮口了，看一下，一直到内侧的全部都是的这一排呀。好吧，朋友们，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